正好半个世纪前的这个时候，也是在这个半露天的演出中心，也是这个乐团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演奏了中国的一部交响乐《黄河》，使用的乐谱是指挥花了$1500淘到的。这次演出也是为3周后访问中国的热身，同时演出的还有其他一些备选曲目。不过最终能在北京演什么曲目还没有得到北京的答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两国只是互设了联络处。为了表示相互关系的逐步提升，尼克松不久就宣布美国将派篮球队、游泳队、科学家以及费城交响乐团访问中国。选中费城交响乐团，一是费城是美国最初的首都，二是成立于1900年的费城交响乐团是美国著名的乐团之一，三是尼克松与乐团的主席和指挥都很熟悉。当时的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出身匈牙利，是位音乐天才，3岁半开始学小提琴，5岁入国立皇家匈牙利音乐学院，现为李斯特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小提琴。7岁举办了第一次音乐会，14岁拿到了音乐学院的硕士学位，17岁时被任命为母校的小提琴教授，23岁来美国发展。1936年起担任了费城交响乐团44年的指挥。而且奥曼迪在1940年时为了支持白求恩大夫到中国援助抗日，指挥乐团义演筹款。到中国访问的事最初也是奥曼迪向尼克松总统建议的。尼克松宣布乐团访华半年内，中方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973年4月突然接到了中国的正式邀请，演出的旅费由美国国务院出资$10万，另外$10万由乐团自己筹措。在中国的食宿由中方负责，演出是不卖票的公演。费城交响乐团也成为1949年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交响乐团。这次破冰之旅从试探性的筹措到圆满成功，故事还真不少。弗朗西斯·泰尼是当时美国国务院负责整个访问的官员之一。他在多年后的文章中回忆，因为是总统指定并宣布了费城交响乐团，与其他交流项目相比就没有了变动的灵活性。那时没有使馆，中国虽然在华盛顿有联络处，但事事经过他们也很麻烦，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美国国务院与设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之间电报完成。现在能在网上看到当年事无巨细的来往电文。首先是确定演出时间，费城交响乐团的全年演出安排很早就已经确定，而且和演出场地和团员都事先签有合同，唯一的窗口就是在萨拉托加演出后2周的休整时间，好在中方同意这个时间。在选择演出曲目时，有些让奥曼迪为难，因为文革和两国互不往来多年，对中国观众了解很有限。凭着对大气候的理解，奥曼迪首先排除了苏联作曲家浪漫和资产阶级情调很浓的作品，同时请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送来了黄河乐谱。之前奥曼迪已经高价买到了黄河的乐谱，再有一个麻烦是没有中国国歌的乐谱，又是一番周折，从华盛顿一个乐师那里找到了份简谱。奥曼迪又和乐团作曲合作，将谱子扩展为整个乐团的乐谱。准备返场的加演节目也费了心思，加演的中国作品是周恩来推荐的陕北民歌改编的《工农进行曲》，美国的曲目奥曼迪决定选择《星条旗永不落》。奥曼迪将拟好的一系列曲目交给了美国国务院，让他们转交中方，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直到出发前3周才得到了回应。当美国国务院的电话从华盛顿打到萨拉托加，告知中方同意的曲目，并要求将斯特劳斯的《唐璜》和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从备选的曲目中划去。乐团接电话的人员回答是，奥曼迪正在指挥排练《唐璜》呢。国务院这边也没闲着，除了演出日期得到了肯定答复，其他具体事项，演几场，在哪里演，住宿怎么解决，餐食问题，
一系列具体安排都没有落实，多次催促也没有回音。当时中美之间没有通航，美国政府出资包租了泛美航空公司的专机，飞机不是民航航班，是按商业客机还是货机，取得呼号等等细节都在往来的电报中讨论，直到出发前5天才最后确定。在电文中看到这句，中方确定从东经 123.3 度北纬 31.3 度进入中国领空，重复东经 123.3 度北纬 31.3 度。协奏曲《黄河》在美国演出时需要一位钢琴家，萨拉托加演出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知道后，向指挥奥曼迪推荐了他在纽约的同学丹尼尔·艾波斯坦。艾波斯坦当年27岁，2年前刚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学习钢琴。他自己组织了一支5人的乐队，玩音乐。在得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曾经到纽约中国代表团住的饭店请求见代表，讨论音乐的话题。代表团大使的夫人见了艾波斯坦，他们讨论许多音乐和艺术的话题。交谈结束后，还赠给他一套黄河的乐谱。艾波斯坦带回去练了练，也试图找美国的交响乐团一起演奏，不过没有回音。没想到机会这就来了，奥曼迪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他，指挥请他立刻赶过来试试。艾波斯坦后来回忆，天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其实根本还不熟悉曲子就敢去应聘。艾波斯坦按乐谱尽最大努力弹完后，奥曼迪表示弹得有些生硬，不过回去加紧练习，1周后在萨拉托加参加演出。艾波斯坦高兴地回家开始练习，可回到家就接到了当时日本妻子母亲去世的消息，第2天就赶飞机去东京参加葬礼。在飞机上和空余时间，艾波斯坦就用手指在腿上反复练习。在乐团在萨拉托加演出前3天，他赶回来，麻烦的是当时演出中心还没有钢琴，于是又在自己的大腿上练习。要熟悉的不仅是乐曲，还有和乐团的合作。之前艾波斯坦还从未和这么大的乐团合作过。1973年8月25日周六，正式演出前，指挥问艾波斯坦紧张吗？艾波斯坦回答说，不，一点也不，感觉很好。多年后的采访中，艾波斯坦说，这是只有20岁才敢做的事情。乐团到中国演出时，黄河的钢琴独奏是殷承宗。奥曼迪和殷承宗的合作最大的挑战不是他不熟悉中国的音乐，而是殷承宗这位中国钢琴家。奥曼迪曾说，殷承宗是他见过最有天分的音乐家之一，也是最不听指挥的一个。当殷承宗沉浸在音乐激情中时，他根本不看指挥，只顾自说自话。回到美国后，奥曼迪后来邀请艾波斯坦录制了《黄河》的唱片，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也是事业的转折点。华盛顿邮报对乐团的访华报道中用的标题是用河做桥，连接费城和北京。可能艾波斯坦不知道，中国象棋中有句小卒子过河顶大车的讲法，他当时就是一位勇敢的过河小卒。